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 NC 小葉。今天這部影片呢是要跟大家談談 PUBG 最新出的一款搜打冊，就是目前還在封閉 Alpha 測試的 PUBG Black Budget， 也簡稱叫做 PBB 哦。那等一下呢，就是跟大家談一下遊戲的玩法、特色跟一些我的小心得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畢竟還在 Close Alpha 之後會做出什麼樣的變動或改動，其實還是蠻不確定的。那一樣老樣子，在影片開始之前呢，先來一小段大家都一定會跳過也最討厭的產品介紹時間。有在佩戴眼鏡的諸君，是不是也常常因為眼鏡的清潔問題而感到困擾？平常戴着眼鏡在外面，各種的風沙、灰塵，甚至油漬都有可能會讓鏡片模糊不堪，看東西變得更加的麻煩。那就不得不提一下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新晉級眼鏡專用的泡沫清潔劑。這款清潔劑比起一般的傳統洗劑更加的安全，清潔力也更加的好，適用於各式各樣的鏡架，並且不傷眼鏡的多層鍍膜，而且其中也添加了天然的植物抗菌配方，可以在保有強大清潔能力的同時，延長各位手上寶貴的眼鏡的使用壽命。輕便小巧的瓶身非常適合攜帶，不管是男生的電腦包還是女生的手提包，都可以輕鬆的放入。使用方式也非常簡單，只需要找到一個有水源的地方，在鏡片上面沾一點水，擠上泡沫，使用雙手搓揉乾淨之後，再把泡沫沖洗掉，最後再把鏡面擦乾淨，就可以完成清洗，非常的方便，清潔的效果也非常顯著。過去一年呢，我自己在清洗我的眼鏡的時候，都是使用這個新晉級的眼鏡清洗液，使用下來自己也是覺得非常的好用，每次洗完眼鏡戴上都有一種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那在這邊呢，也把這個產品推薦給大家。那大家聽到這邊可能想說，哇，又是工商啊？不是啊，這次不是工商，因為這個產品目前是大業在賣，對，就是我哥在賣。那他叫我順便幫他宣傳一下，所以就跟大家宣傳一下。目前在大業的蝦皮或者是他的 iOpenMall 都有在賣。那他是說 iOpenMall 抽成比較少，所以也可以算是抖內給我。如果哥想抖內多一點的話呢，可以去 iOpenMall 購買。那如果想方便的話呢，也可以去蝦皮購買，就看大家自己喜好啦。大家在使用之後呢，不管有什麼感想，也可以跟我講啊，就讓我們做一下這個商品試調之類的。非常好用的一款眼鏡專用的清潔液，也非常推薦大家去使用看看。好了，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回到正片時間。那講到 PUBG， 各位應該是比我要熟悉上不少啦。畢竟之前的大逃殺 PUBG， 其實我自己是沒怎麼碰，就完美的錯過了那個 PUBG 大逃殺的時代。所以這一次大概算是我正式玩 PUBG 相關的作品的第一次啦。那等一下呢，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PBB 到底在玩什麼東西。那講直觀一點，就一言以蔽之啊 ，PBB。就是很經典的搜打冊體驗，就是你在事前做好你的裝備的選擇，部署進去場內，搜刮完物資之後撤離，就是這麼樣的一個搜打冊的經典玩法。那遊戲對戰方面採用的是 PVPVE， 就是會有其他玩家以及一些 AI 電腦生物之類的東西會作為你裡面的對抗勢力。那稍微比較特殊一點的地方呢，是這一款搜打冊有縮圈機制。跟 COD 的 DMZ 有點像，不過是反向，因為 DMZ 是擴圈，那它這個是縮圈，就有點像是 PUBG 大逃殺的一部分放到這個遊戲裡面來，所以在遊戲的中後期會遇到越來越多的敵人。那這方面其實我覺得還是蠻有意思的，就多了一層戰術的考量啊。你要提早撤或者是晚一點撤，就是有相對應的風險存在。因為這個遊戲裡面有兩種不同的撤離方式，一種是早期會在島嶼海岸邊開啟的一些小型個人潛水艇的這個撤離方式，或者是最後終局呢在島內可以撤離的蟲洞。透過這兩種方式去選擇你要怎麼樣去離開這座島嶼。那它的背景設定是在2032年，就是近未來的世界啦。只是說我們部署到這個島上，它是一個困在時間回圈的島嶼，所以島上的時間一直會卡在2002年。那我們就是要找出為什麼，然後從裡面拿出這些相關的可能變異的植物、生物的樣本去研究說，啊，這座島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帶出有價值的物質，巴拉巴拉巴拉之類的。反正是背景設定啦。那它後面會不會改，我也不確定。但就跟大家講一下，它是困在時間島嶼上面，所以才會有這個什麼蟲洞啊之類的東西。好，那麼以上差不多是這次 PBB 的整體大致玩法啦。其實它就不脫離搜打冊的玩法，但是加入一些擴圈機制啊，或是提早撤離機制，就這些東西混在裡面。整體玩下來的話，大概就是搜打冊在你眼中是什麼樣子，它大概就是什麼樣子，脫離不了那個模板啦。但是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認為這款遊戲其實還算吸引我的幾個地點。
首先第一個大概是整體遊戲的氛圍跟塑造。目前 PBB 玩起來的整體節奏感其實是偏慢的，在對槍啊還有移動上面都是比較屬於機動性不高，或者是說講這個好聽一點，比較戰術類型的。對槍裡面呢，預先架槍、探頭或者是瞄準這些東西都可以讓你在對戰裡面擁有不少的優勢。那搭配上它這個遊戲的背景的設定，還有遊戲裡面有各式各樣的 AI 怪物跟植物，整體來說其實更偏向於一點點恐怖生存的那種感覺。那這樣的氛圍搭配上較慢的遊戲節奏，其實我個人認為還是蠻合適的，就還是有一定的沉浸感在。然後會讓你想要慢慢的去探究說，這座島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還有就是接下來會收到什麼樣不同的這個奇特物質或者是戰利品之類的東西。所以在遊戲沉浸感方面，其實我覺得還不錯。當然這沒有到非常好啦，因為就它還是有一些缺點，好比說這個動畫不是非常的好，就動畫可能我覺得算蠻次等品質的啦。然後再就是一些連線問題啦，不過整體遊戲氛圍跟沉浸感，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然後再下來，我覺得不錯的點大概是 UI 設計，我覺得蠻直觀的。講幾個簡單的例子啊，就是壓子彈或者是彈匣換槍這類的，就設計的 QOL 還不錯，可以直接拖到槍上，或者是子彈拖到彈匣上面。然後再來就是有輪盤，醫療用輪盤這些東西，該有的設計都有啦。所以在 UI 使用上面呢，也不會到說讓大家很 confused 的狀態，至少我自己用起來是沒有到疑惑的程度啦。最近玩了不少各式各樣的遊戲，才知道 UI 在設計上面有沒有可以讓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來怎麼樣去做調整或使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後再下來，我想提的最後一個點，大概就是槍支的後坐力其實很大，而且穩定性也很低。大家可能會疑惑啊，就是我主打競技遊戲的人為什麼會覺得這樣很好？那是因為目前我體驗下來，在 PBB 裡面，這樣子的後坐力跟難控制性，其實很大一定程度上面增加了對槍的成就感以及爽感。畢竟目前的後坐力很大嘛，所以中遠距離其實你沒有辦法一管鎖掉別人，你必須要用點射或者是小點放的方式去做攻擊。那如何去判斷什麼時候夠近，要切換成全自動射擊，或者是做一些身法閃避之類的，就很考驗大家對於整個遊戲的理解，還有地圖的熟悉程度了。綜合以上幾種原因，目前我覺得這款遊戲在對槍上面贏過敵方玩家所帶來的成就感以及快感，是比起其他同類型遊戲要高上不少的。所以槍支後坐力整體非常的狂野，這部分我也是歸類在比較好的部分。那當然啊，你要說它都只有好的部分嗎？也不可能啦。像剛剛講的動畫水準跟品質其實蠻糟糕的。那這方面呢，不管是在第一人稱動畫還是第三人称動畫，基本上大概都算2、3線吧，就沒有到真的非常好。也不是說看不下去，但是你是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出来，就這個是遊戲，這個是畫出來的動畫之類的，就沒有到非常高水準的動畫品質啊。然後再下來呢，應該是 PUBG 的老問題，就可能連線啊，或者外掛問題啊，各種層出不窮。而目前遊戲我沒有體驗太多，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我大概玩了幾個小時就不玩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外掛了。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下面這個由萬磁王跟閃電俠組成的超精彩片段。這場太滿了吧？靠背握錯滑鼠，小豆怎么都没有办法動。如何？哎呦！我操！你没東西了。我被吸走了，我東西被吸走了。我操！这武器掛掉了吧？還是怎樣？不是吧？這吸走了，全部都吸走了！哎，幹你！太誇張了吧！我操！幹，還亮！看你臉。好，沒有錯啊。那這個就是為什麼目前我沒有進一步的去體驗 PBB 這款遊戲的最主要的原因啦。而且這還是發生在實況上面哦。剛好有個觀眾來講說，你等一下可能就會遇到萬磁王跟閃電俠，他剛講完，我馬上就遇到啦。
然後其他一些透視鎖頭的也是有遇到，很明顯啊，因為這個遊戲其實在傷害判定表上面做的非常非常的詳細，光身體部分呢就有上胸、胸口、肚子跟襠部這些不同的命中判定點，然後就一個人啊隔着我們50公尺，全彈命中胸口同一個點，然後瞬間秒死2個人，就是基本上可以說是非常重災區了。那我們遊玩的時間點是封閉測試 Alpha 的第2天哦，沒錯，第2天就連續撞到這麼多場外掛啦。那之後我們就沒有再體驗了，所以對整體遊戲來說，可能還有一些東西不了解跟不明白。但說真的哦，目前外掛的問題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嚴重啊！如果這東西不解決的話，我想就是體驗的再多，應該也都沒啥意義，大家可能也都會離這個遊戲而去了。那這款遊戲接下來還會有第2階段的封閉測試，到時候可能再看看吧，看看外掛是不是還這麼嚴重，因為它遊戲裡面其實還有蠻多進程方面的東西。好比說商人聲望，或者是武器製作台、研究站之類的東西，很多東西我都還沒有去玩到啊。就是希望官方可以在外掛這部分去嚴加的把控一點，不然第2天封閉 Alpha 第2天就出現這麼樣嚴重，就已經不是說什麼透視鎖頭了，是直接突破系統上限欸，直接萬磁王跟閃電俠欸，這個也太誇張了，就真的是問題。這個問題真的把所有其他好壞點全部都蓋過去了。只要萬磁王跟閃電俠還這麼樣的泛濫的情況下，這款遊戲不管做得多好，世界多屌的遊戲都沒有用啊，就是永遠都是萬磁王跟閃電俠的遊樂場而已。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啦。好啦，那這次差不多簡短談一下心得跟評價而已，畢竟我自己也沒有玩很多。概括來說的話，我會認為這一款遊戲其實還不錯，我個人認為是還算有潛力的。如果好好的經營遊戲世界的這一個世界觀或者是故事背景設定之後，後續把它弄得更嚴謹，然後外掛有管好，遊戲進程呢跟運營後續的方面都沒有問題的話，搞不好也會變成收打冊遊戲的下一春。但真的是強調外掛問題真的超級嚴重的。好啦，那麼這次簡短的小心得分享差不多到這邊了。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參與到這次 Close Alpha 封閉 Alpha 測試？你對於這款遊戲有着什麼樣的看法或想法？你是不是有玩過？玩過之後對於它又有什麼樣的評價？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跟我一同分享，跟大家一同討論。好了，那麼我是小葉，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拜拜，拜拜。